上周我们的菜园迎来了猝不及防的霜冻，现在霜冻日已经过去有1周的时间了，下周会有更冷的天气。我今天打算趁着周末把我这一批姜给它收获掉。这批姜我在之前已经介绍过了，我们是在3个不同的地方种植的，当时给大家展示了在3种不同情况下种出来的姜的生长情况。现在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我们看看长在土里面的姜块在不同情况下都长成什么样了。霜冻日过后，这些姜的表面上的这些叶子都已经被给冻伤冻坏了，现在已经慢慢的发黄变干了。咱们挖出来看一下，咱们再来挖这棵看一下，这棵长得应该是稍微大一点。看看长得还算可以，这一丛长得还是挺不错的。像这种它的秧子长得就比较细弱，下边生出来的根茎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基本上通过姜上面的植株就可以知道它下边姜块到底长了多少，长得大小如何了。这些是春天的时候种植的时候的那些老姜，现在还是硬的。看看后边这几棵长得也是挺不错。看这个春天种植的姜种上面还有芽点，这个芽也要出来了，看起来是还要长一波。这些姜倒是非常的好挖，基本上一铁锹下去就挖起来了。我感觉今年的这些姜还是遮阳网遮盖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光照有点过于少了。明年我还是得减少遮阳网的遮盖时间，阳光太少了还是影响它的生长的。看看，这就是我这个4×8的种植池里边所有的收获了。我明年会把姜的遮阴的时间减少到1到1个半月，并且只在幼苗的阶段给它遮阴。这样的话，明年收获应该会更多一点。这就是咱们的小菜床用遮阳网给它遮阴种植的生长情况了。收获了这么多，还是挺不错的。明年再改进一下，收获的更多。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丝瓜架下边种的姜的生长情况。丝瓜架可是要比遮阳网遮挡阳光厉害多了，夏天的时候枝叶茂盛，下边基本上就进不去阳光。看看下边的茎叶长得稀稀疏疏的，又瘦又小，我基本上对它们的收获和产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去年在苦瓜架下面种植的效果要比丝瓜架好一点，因为苦瓜的叶子还是没有丝瓜遮阳遮得这么厉害。我把这些大的给它挖出来看一看，小的我打算再让它们长一阵子了。哎，不行，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差了，就长这么一小块，基本上就没收回成本。看看，这是原来老姜的大小，它长出来的个头也就是去年的种姜的大小。这棵是这里边最大的一棵，咱们来给它挖出来看一下。哇！也还是挺一般的，长得还没有刚才菜床里边随便的一棵长得好。其他的我就先不挖了，这个产量太小了。丝瓜架下边今年种的生姜是相对来说比较失败的，因为阳光实在是太少了，相比去年苦瓜架下边的还是要少了很多。明年呢是不打算在这些瓜架下边种了，本来想着瓜架下边有这么一片地，浪费了有点可惜，就种点耐阴的蔬菜，而耐阴的蔬菜也就是有限的一些，就是葱啊、姜啊这些生长周期比较长的。像那些生菜类的，因为生长周期短嘛，我们也不想老是爬到这下边来采收啊，或者给它浇水什么的，比较麻烦。但是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呢，我想明年这下边就不再种东西了吧，给它铺一点稻杆或者是铺一点碎木，就保湿就算了。种东西生长效果实在是太有限了。如果是苦瓜架或者是那些短周期的黄瓜和豆角之类的，可能再考虑种一些东西吧。把这些姜给它收回去，一会儿清洗一下，然后咱们再顺道看看那盆盆栽的姜长得怎么样了。这盆盆栽的姜理论上生长的应该是特别好的，盆栽照顾的比较精细，水肥比较充足，而且光照也比较充分。哇！我给它搬到这个土堆旁边，方便一会儿把土倒在这个地方。来了，咱们开盲盒了，见证结果。哇，看看，长得是相当的不错呀。
另外一个，哇，这个明显是比刚才种植池里边还有瓜架下边的要大了好多，大了一大圈儿。好了，我去拿去给它冲洗一下，这样的话看的效果应该是更明显一点。冲一冲，冲干净后，这姜实在是太漂亮了，看看长得多好。种植床里边这些也给它洗一洗，咱们对比一下，把这些根儿给它揪一揪，揪下来。其实冲洗干净了之后，看一下菜床里面的这些长得也是挺不错的。来对比一下，看一下，感觉种植袋里边盆栽的还是要白一些、嫩一些，而且也是稍微的圆润一些。不过菜床里边种的也是挺不错的，它感觉看起来更黄一些，成熟度好像也更高一些。再来看一下盆栽的，我刚才清洗这最后一批姜的时候，又仔细的想了一下，分析了一下。这些姜在同一个菜床里边种植，生长条件是一样的，但是长出来的是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我分析了一下，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除了光照和水肥之外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姜的种姜种的时候种姜就非常小，这样的话它长出来的苗也小，然后最后结出的姜也是又少又小。还有就是当初移栽的时候催出来的芽，有的芽是移栽的时候就已经长得很高了、很大了，有些是刚刚露出小白芽。然后我发现的一个结果就是，移栽的时候如果是长得已经很高很大、比较健壮的那些苗，最后长出来的姜就是结得又多又大。然后移栽的时候还是很小的小白芽的那种，最后出来的就是很少很小的几块姜。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姜是比较小的。然后我看到它上面的种姜，看看这个种姜就这么点儿的一个小不点儿，但像这些长得比较大一些的，我发现它的种姜的块头也是相对来说要大一些的。所以从这点看，我们选种姜的时候，就是给姜掰块的时候，可能每一块的个头要稍微的大一点吧，可能比这个大一点。这样的话，应该是能够给姜苗的发育提供足够的养分的。然后就是尽量的早一点给它育苗，争取在我们霜冻日过后，比如说1周2周吧，在我们移栽的时候，它的苗已经长到了大概有15厘米或者是更高一点的样子。这样的话，对它后边的生长会非常的有利的。如果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小白芽，那它其实还需要花好长的时间才能从小白芽长到一个15厘米或者是20厘米高的小苗，那它整个种植季的生长周期就短了好多。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比那些移栽的时候就已经成苗的姜长得要更快更好了。给它在树荫下边稍微晾一晾，晾干了就可以收起来保存了。最后咱们再来总结一个小小的心得吧，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第一就是选好种姜，选那些大小均匀的，而且我们掰下来的姜块也要稍微的个头那么大一点，这样的话能够提供充足的养分。第二就是早一点育苗，育苗的时候争取能在霜冻日过后的1到2周内给它移栽出去。移栽的时候，如果小苗长到了6英寸，也就是15厘米左右，或者是20厘米吧，这样的话对它后续的生长发育还是有好处的。第三点就是水肥管理还有光照，水肥要充足，然后光照也一定要充分。虽然是姜是比较耐阴的，但是并不说明它不喜欢阳光，给它充足的光照还是对它的生长非常有利的。光照太少的话，长得就会比较小一些。希望大家明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收获。